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崇礼县有个叫杜德元的男子，医术高超，精通针灸之术，他所开的医馆远近闻名。更重要的是，凡是上门求医者，杜德元不分高低贵贱，精心治疗，深得大家感激。他的妻子甄娘与他从小一起长大，可谓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杜德元在前院看病，甄娘则在后院加工草药，操持家务，两人琴瑟和鸣，不失为一段佳话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婚后5年，甄娘突的疾病，这场病来得又凶又猛，杜德元一身医术无力回天，看着爱妻香消玉殒，他肝肠寸断。此后更加埋头苦心钻研医术，只求不再有同他一样伤心人。这日又到了甄娘忌日，杜德元带着祭品来到墓前，悲悲切切怀念两人过往，那般深情真是闻者伤心，听者落泪，让人动容。林中一只狐狸精在旁悄悄听了半晌，他自从修炼以来，迷惑男人没有上百也有几十，每个皆是好色之徒。眼前这个男人深情难忘亡妻，长得也是甚合他意，如果能同这个男人有一段露水情缘，想来定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杜德元在墓前待到天黑才起身离去，狐狸精悄悄跟在身后，探得他住所方满意离开。第二天一早，狐狸精就来了医馆，他捂着心口大叫：大夫救救我，奴家快疼死了。医馆伙计阿海连忙上前问道：姑娘，小声些，杜大夫正在诊治病人，这里每个人都是生了病才来，还请边上等等。狐狸精娇声说道：这位小哥，我疼得不行了。那声音酥得阿海浑身发软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随后狐狸精掏出一锭银子道：我是真的很疼吗？帮帮忙，让我先去看看。阿海左右瞧瞧，赶忙接过银子塞到怀里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这时有个病人瞧见阿海请狐狸精进去，不满道：我说伙计，你咋回事？我比他先来的，怎么我都没进他就进了？不是说杜大夫一视同仁吗？难不成见这小娘子长得漂亮就走了后门？阿海严肃说道：这位姑娘心痛难忍，再耽搁下去怕是有生命之忧，你想害人命吗？病人捂着肚子道：你看这的病人身上哪个不痛？这姑娘心痛还涂脂抹粉，我看是粉擦多了小脸才这么白吧。见周围人纷纷看来，阿海心中一慌，怕被杜大夫知晓。杜大夫不喜人插队，如果知道是他收了钱安排的，那可就糟了。这里待遇好，活也不重，可是难得的好去处，万万不能丢了。阿海正想将狐狸精拉到一旁把钱退给他，谁知一阵晕眩，等缓过神来，病人们都安静地坐在原地，刚刚的事情仿佛没有发生过。阿海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无疑此种情况对自己有利，于是他赶紧拉狐狸精入了诊室。狐狸精洋洋得意，这些凡人一个小小法术就能解决，真是无用。到了诊室，瞧见杜德元在那，狐狸精捂着胸口，娇柔地走了过去。杜德元示意他坐下，狐狸精一喜，一屁股坐在杜德元大腿上，拉起他的手往胸口送。杜大夫，奴家这里好疼，你帮我瞧瞧。杜德元吓得赶紧起身，狐狸精冷不防的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他茫然地看着杜德元，不知他为何起身。以往这么做的时候，那些男人搂着他都不肯撒手，今个怎么完全相反了？杜德元冷着脸说：姑娘在凳子上坐好，哪里不舒服？狐狸精拍拍身上灰，起身道：杜大夫称我三娘吧，人家心口不舒服。杜德元瞧了一眼，我先把脉，就这把脉间隙，三娘抛着媚眼，胸脯挺起，脚在桌下朝杜德元伸去。姑娘自重。
杜德远忍无可忍，正要张口叫伙计将人请出去，谁知三娘说了一句话，片刻将他迷了心神。杜郎，我是真娘啊！那声音与亡妻声音一模一样，再一眼望去，那人就是真娘啊！杜德远面露喜色，真娘，真的是你？真娘低低应了声，娇声说道：我很想你，所以来看看你，我心一事。杜德远上前将真娘拥入怀中，看着那片轻启的唇瓣，正欲低头亲吻，谁知一口吐痰的声音传来，那声音顿时让人断了奇想。杜德远低头再一看，那哪里是真娘，分明是刚刚勾引他的三娘。杜德远一把将人推开，道了声抱歉，向室外走去。外堂中，阿海正将一个老乞丐赶出门外，嘴里骂咧道：你吐痰能不能去外边找个地吐，吐在大堂脏不脏？老乞丐陪笑道：这喉咙一时不舒服，没忍住，抱歉，抱歉，我给擦干净。走走走，身上臭死了。阿海挥手让老乞丐快些走。老乞丐说道：我不走，我是来看病的。杜德远瞧明白了，刚刚那口痰声是老乞丐发出来的，多亏他，自己才没做错事。这阿海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刚来那会勤勤恳恳，对谁都是笑脸相迎，现在怎么变得如此暴躁？阿海，快些请老人家进来。阿海听到东家的声音，愣了一下，随即恶狠狠地看了老乞丐一眼，不愿意说道：进来，算你运气好。老乞丐在外室坐定。杜德远说道：老人家，等我将这些病人看完，再慢慢给你诊治。去吧去吧，我不急。老乞丐挥挥手，这态度惹得阿海又是一个白眼翻了上去，跟大爷似的。阿海，去将里面那位姑娘请出去。杜德远吩咐阿海将三娘请了出去，当然掠过三娘那幽怨的眼神。三娘走到老乞丐身边时，呸了一口，扭着腰肢不情愿地离去。等杜德远将病人看完，疲惫至极，但到老乞丐身边时，仍耐心问道：老人家，你哪里不舒服？老乞丐将破烂的裤腿掀起：我是来看腿上恶疾的。杜德远见后大惊，腿上已满是溃烂脓疮，甚至有的地方已见白骨，传出一阵腐臭味。这般疼痛，老人家怎么忍受得了？当即杜德远取来工具，将烂肉清理干净，又上了止血生肌的药膏，缠上纱布。待一切忙完，天已大黑。杜德远见老乞丐无处可去，而且腿伤还需每日换药，便将人留了下来。深夜，杜德远洗漱完，又看了一书，睡意袭来，正欲上床睡觉时，恍神看见真娘身影，定睛看去时，人又消失不见。杜德远苦笑道：真娘已经死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随后睡去，梦中的真娘还是那般温柔，举案齐眉两相悦，直至满头白发。次日，杜德远照旧去医馆坐诊，病人络绎不绝。杜德远看完一个病人，朝外喊道：下一个。一个女子走了进来：杜大夫。杜德远本在整理桌上纸笔，听着声音猛地一颤，抬头望去，28年华的少女，那是真娘还未嫁与他的模样。真娘？女子闻言有些不解：我不是真娘，我叫小蕊。杜德远掩饰自己的失态：是啊，真娘也不该这般年轻，只是小蕊同真娘声音和样貌太过相似，误以为是亡妻再度出现在他面前。你哪里不舒服吗？这话一问，小蕊红了眼眶：杜大夫，不是我，是我爹。他上山打猎遇见了狼，逃命时摔下山崖断了腿，如今只能躺在床上，一日日难受。您能去我家瞧瞧吗？杜德远心生怜悯道：那你等等，我将外面病人看完，下午陪你去看看。多谢杜大夫。小蕊转哀为喜。杜德远见状更是恍神，世间竟有如此相像之人，表情毫无二样。下午，杜德远陪小蕊爬过一座山才到了他家。
床上一个中年男子因为疼痛嘴里发出呻吟，小蕊走过去，心疼说道：爹，我请了大夫来，你很快就会好的。杜德元没有迟疑，当即上前为其细细诊治。这是摔断了腿，没有及时救治引起伤口感染，如果不及时救治，这条腿怕是废了。当下杜德元掏出银针为男子针灸，随后又将备好的药敷上。小蕊紧张地在边上看着，见父亲面色没有之前那么痛苦，才轻舒一口气。谢谢你，杜大夫。小蕊感激地说道。不用客气，这是唯医者该做的。只是小蕊面色通红，我没有钱付诊金，等爹好了，我们肯定会筹够钱还你的。杜德元一笑，诊金不用给我了。说完还从身上掏出些碎银，买些东西给你爹补补身体吧。小蕊连连摆手，那怎么行？杜德元将钱放在桌上，收着吧，你同我亡妻长得一模一样，而且他心地善良，如果知道此事定会让我帮助你。谢谢你，杜大夫。你忙着来治病，还未用饭，我去给你做些吃的。小蕊手脚麻利地炒了几个菜端了上来，给他爹装去一些饭菜后，拿出一瓶酒来，说是自个酿的蛇酒，请杜德元品尝。杜德元一阵推辞，可看着小蕊失望委屈的样，还是忍不住尝了一些，不知是蛇酒大补，还是女子诱人。等杜德元醒来时，他已光着身子躺在小蕊身边。小蕊一反之前小女人作态，妩媚趴在杜德元身上。杜大夫，我现在可是你的人了，你要对我负责哦。杜德元昏昏沉沉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眼前这情景让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。听到杜德元承诺会娶她为妻后，小蕊露出一丝狐媚般笑意。这小蕊正是三娘变换而来，那日见小蕊神色像极了杜德元亡妻模样，三娘耗费修为上了她身，更是费了些功夫让这具躯体更加神似。果然引得杜德元上钩，三娘得意极了。杜德元再正经，还不如上了他的当。要知道杜德元身上善果累累，如果全部吞噬完毕，想来500年修为不在话下。杜德元穿好衣裳与三娘说道：我先行回去，等安排妥当后来迎娶你。三娘想要一起跟去，杜德元狐疑地问他：放你爹一人在这吗？三娘真不想管那人死活，奈何用着小蕊身子，只能做戏下去。杜德元回去后，去了老乞丐屋里帮他换药。老乞丐吸吸鼻子，说道：你是去了狐狸窝吗？怎么一股子骚味？杜德元抬起袖子，嗅嗅，表示自己什么也没闻到。老乞丐吐了一口痰道：早年我灭的狐狸多了，才对这个味道熟悉，你闻不到正常。你今个去了哪？杜德元一五一十说道：去了山里帮一个姑娘医治她父亲，可有不妥之处？杜德元有些迟疑，但想到之前医馆发生的事，还是说了出来。那姑娘同我亡妻长得一模一样，我喝了些酒，做了错事，答应娶了她。老乞丐嘿的一声：那哪是什么姑娘，那是一只狐狸精，专门吸你精气来了。我说你身上功德怎么少了些？你呀，再与那狐狸多睡2回，怕是精尽而亡喽。杜德元面色涨得通红，老乞丐掏出一个木雕递给杜德元道：你不信就去试试看，要不是见你行善积德，我才不管这闲事。杜德元接过木雕一看，赫然一只威风凛凛的金雕。老乞丐说道：狐狸怕雕，到时在那狐狸精面前，你掏出它来，自见分晓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杜德元也觉得最近事情有些怪异，当即将金雕收下，拜谢老乞丐。过了2日，杜德元决定去见小蕊。小蕊对他的到来很是高兴，拉着他进房就往床上推。杜德元忙挣扎道：我先去看看你爹。小蕊不在意地说：他好了大半，不用管他。然后搂着杜德元脖子说道：这些天我可想你了，
你想不想我？杜德元敷衍回应。小蕊忙扯开他衣服，忽然碰见一硬物，这什么？掏出来一看，是一木刻金雕。只见木雕刚碰到小蕊的手，便幻化为一只威猛金雕。小蕊见状啊的一声瑟瑟发抖，在金雕俯冲而来时，身形一软，瘫倒在地，身边现出一只红狐。金雕叼起狐狸就往门外飞去，消失无踪。杜德元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见小蕊倒在地上，还凭空出现一只狐狸，这可将他吓个够呛。看来那位老乞丐所言非虚。小蕊醒后，对杜德元感激涕零。这些日子虽然三娘上了他身，可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一清二楚。杜德元救了他爹，自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。至于那天酒后发生的事，杜德元从小蕊那知晓了所有的事。那天酒中被三娘下了药，所以他才会难以控制做下错事。虽然小蕊表示不用他负责，可男子汉大丈夫做了便是做了，不论原因是什么。于是杜德元表示会娶小蕊为妻。小蕊对这位仁心仁德的杜大夫本就有好感，听他提起也不再拒绝。两人挑了一个良辰吉日拜堂成亲。婚后两人和和睦睦，生育一子，白头到老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